好的，谢谢今天的主讲人梁建峰教授。接下来呢，进入提问环节，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梁教授的话，请举手示意。谢谢主持人，谢谢梁教授。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我个人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的公司在不久之前刚刚经历了一场公关危机，而今天我和我的同事孙美嘉小姐想借这个机会披露一些新的证据。喂，你看群里的视频了吗？包贝磊和孙美嘉在公关论坛上公开揭发水军，现场都炸锅了。什么？这两个人自称是来喜保健集团的高管，他们用很高的职位和薪酬诱惑我，拿我当做棋子，捏造了性侵事件。从那以后，我永远只能待在谎言的阴影里，每天靠着僵尸粉的支持和力挺麻醉自己。我为我之前的愚蠢和狭隘感到后悔，但我也要揭露他们，他们才是这场闹剧的罪魁祸首，是他们把我变成了魔鬼。他们这么做的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敲诈，而且他们是一群极其狡猾的对手。他们的姓名、手机号码不定期变更，他们拥有不同公司、不同部门职位的名片，以及多家知名企业的假公章和合同模板。当孙小姐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我之后，我去物业办调取监控，证实这二位捏造负面新闻的所谓高管，就是后来帮助华阳解除危机公关的水军。也就是说，华阳集团也雇佣了水军？这是我的个人行为，跟公司无关。我是公关部总监，事情发生之后，我急于想快速消除负面影响，才会私自和这家网络科技公司达成合作，请他们帮助控评和删帖。我是公司的公关部总监，帮助公司消除舆论危机是我的职责所在。当时我压力实在太大了，也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所以才选择了这样错误的方式。在此，我想向大家道歉。此时此刻，我的领导应该已经收到了我的离职申请。今天走出这个会场，我将不再是华阳集团的员工。我个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愿意接收任何批评和质疑，但是水晶的行为必须被披露，这个行业的毒瘤必须被取缔。包贝雷要把所有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你们事先知道吗？不知道啊。等等，谭峰，你看到推送了吗？包贝磊发了一封离职申请书。我看到了，现在是整点，说明他已经设定好了。你打算怎么办？我马上去现场。每个企业、每个产品都不是完美的，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一个人可以因为错误接受批评、接受惩罚，但不应当是谩骂，甚至是恶意诋毁。华阳集团的负面新闻已经淡出很久，我和孙小姐本可以回归到平静的生活，但是我们看到了一种不可饶恕的恶行。良心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再熟视无睹。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披露的所有证据都是真实的。我愿意接受任何调查，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承受所有的批评。最后我想说，我深深地爱着我的行业，我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它的纯净，我愿意和这个行业的毒瘤抗争到底。我有话说。你逞什么影响？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跟我说一声？这是我个人的行为，凭什么告诉你？咱俩别在这儿争了，好吗？
感谢诸位同行，我是华阳集团总经理谭峰。首先，我要纠正一个刚才包总监的说法，雇佣网络水军，这是华阳集团高层领导的决定，自始至终包总监不赞成。今天他站出来披露事实，维护公司，我很感激，但我不能够接受。雇佣网络公司消除负面影响，是集团高层领导的决定，我们愿意为这一错误的决策承担任何后果。众所周知，这段时间我们华阳出了很多的事情，我曾一度对员工失望，对人性失望，但后来我才明白，归根结底的问题是在于我自己。华阳从家小公司发展到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企业文化是失败的。一直以来，我都在努力打造一支狼性团队。我认为，只有把领导和员工都锻造成狼，才可以在商场上无往而不胜。但我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一支优秀的团队，一定是团结。我作为公司的领导，没有很好去关心员工的家庭，我没有努力打造一个员工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氛围，有的只是竞争、优胜劣汰、丛林法则。所以，员工之间没有真心的协作和相互的关爱。商场如战场，同事如战友，我应该教会他们用协作的方式弥补短板，而不是各自为战，来一场刺刀见红的大屠杀。我衷心的希望，今天是个新的开始，我跟我的员工能够同心同德，像战友一样，把后背交给对方，让我们一起迎接华阳崭新的未来。约会后，我会向相关的部门提交我们华阳集团和易智网络科技公司的合作协议和账务往来。我们愿意配合一切调查，接受任何处罚，倾听广大网友和消费者的批评，欢迎媒体朋友们和同行们的监督。谢谢大家。坏了，这大门外堵了好多人，别慌，我有办法。请问何经理在里边吗？楼上。你们上去看一下，就可能在里边呢。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到达现场了，可以看到楼下有很多人在等，我们马上过去看。对不起。哎，何总监，事情是你所做的。陈总，谁会打我？